进来。子夜，婆婆，谷主，霍七公子已经离开了。他没有搞清楚七叶明之的事情，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是不是你们又多嘴了？哎，药炉外晾晒的鸡血藤，你们收回来了没有啊？我们这就去收。婆婆护着他们，倒让我像个坏人了。他们知道，你是不会为这种事情责怪他们的。你是不是还在生霍公子的气呀？气什么？他不明情况，胡言乱语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这么想就好，忧怒伤身，能免则免。霍七公子知道，当时情况危急，你是为了救他，无奈之下用了七叶明之，所以呀，他想亲自跟你道歉，但是我怕你见到他生气，所以就让他走了。无需他来道歉。你是怕霍七公子知道七叶明之被用，联想到那张药方是吗？有些事啊，真相不说出来，是为了那个人好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只是担心我的银灵簪还能不能找到。那就出去找找。薛谷主，你为何在此处啊？我是来找东西的。薛谷主也在找什么东西吧？不如我跟你一块儿找吧。你很闲吗？我这不是想着两个人一块儿找，或许能更快一些吗？你若是能闭上你的嘴，也许能寻得更快一些。那只能请薛谷主点上我的雅穴了。霍公子，看来你不仅喜欢赖账，还真是厚颜无耻。可不是嘛！只有我这样的厚颜无耻之人，才能受得住薛谷主的心狠手辣呀。我心狠手辣，也比不上你的油嘴滑舌。对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哎，薛谷主，我该不会又惹你生气了吧？我刚才说你心狠手辣，只是为了缓解气氛，并不是有意的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薛谷主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风雪马上就要来了，山里的气候瞬息万变。刚才你说几句话的功夫，这风雪已经越来越大了。若再不赶紧走出去，我们恐怕会被困在这儿。糟了，恐怕已经走不出去了。前面有一个山洞，咱们暂时去那儿避一避。好，慢点儿。
你做什么？啊，我还以为你要像在温泉池一样再给我一巴掌。方才你是替我遮挡风雪，事急从权，我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原来薛谷主也是会讲道理的。脱衣服。这又是什么道理啊？把衣服脱下来给我。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。你吃了七叶明脂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是宁婆婆告诉你的吧？你来这山上，8、9成也是为了帮我寻簪子。你连这个也知道了？在药师谷帮你医治时，将你身上的物件悉数除下。霍公子身上可谓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，有什么值得你前来寻的？嘿嘿，薛谷主还真是体察入微呢。你还不如直接离谷呢。我要是直接离谷，就不会跟你一起被困在此处了。这如此一想，我倒是觉得挺庆幸的。有我在，或许能帮得上你的忙。我是觉得，每次遇见你都没好事儿，这次又被困在这风雪之中。被风雪困在此处也是受我连累，欲加其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你这张聒噪的贫嘴，才是何患无辞。我要是不聒噪，如何跟你解释清楚啊？是，七叶明脂一事，的确是我冲动了。抱歉啊，我误会了你。七叶明脂一事，我本不该瞒你。这倒不像是我认识的薛谷主，要像往常，肯定又会说一些又冷又硬的话。你还是别张嘴吧。这嘴今日我是张定了，我必须得跟你好好解释解释，这误会是如何产生的。是狮月派掌门跟我说，你要拿七叶明脂救心上人，我肯定误以为是另有其人啊。这如此想来，肯定是他有什么误会。知道了。这冰天雪地的，你上哪儿去找那柴火？外面的风雪是否小了一些？现在外面天黑了，风雪又大，你就安心歇着吧。你是担心宁婆婆他们冒险出来找你，他们知道我出来替你找簪子，
说不定也能想到我们会偶遇，互相有个照应。放心吧，谷里有宁婆婆在。你们找到子夜了吗？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只是外面风雪太大，有的地方实在进不去。要不然我们再往山里面走一走吧。现在风雪太大了，贸然深入只会迷失方向，反而有可能被风雪困在山里面。子夜久居谷中，熟悉这里的地形和山里的天气，不会等到风雪来了才做反应的。就算他暂时下不了山，应该也会早点找到暂避之处的。可就算能避得了风雪，也取不了暖呀。谷主的寒疾发作起来可怎么办？我再去找找吧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们如若鲁莽，困在山中，子夜回来，我该怎么向子夜交代呀？霍七公子和子夜一起去找簪子了，他会护住子夜的。做医者的，最见不得你这种人了。哪种？仗着自己身体不错，肆意妄为。早知你如此，我就不该费力救你。你不是也说了吗？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倒是你，眼前虽有篝火，但洞外的寒气不断的涌进来，你可带了什么提气的弹药？还好我出谷前把酒装满了。喏，觉得冷的时候喝上2口吧。酒能御寒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不怎么样，没有萧红尘暖胃。说起萧红尘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是你说萧红尘酒性热，我这刚中完火毒，不适合喝。可为何向七夜明知这样大热之物就吃得了呢？难道是薛谷主不想让我喝萧红尘，故意诓我的？不错。小气得如此坦荡，我还是头回见。我可不是什么小气之人。这酒全给你了，慢点喝吧，不跟你抢。你可想好了？你就算是冻死了，我也不会领你的情。我偏要让你记得我的情。将来若有一天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怎么，想要以身相许啊？
你该不会真要……枕巾也不会免你半分。切！你这个女人，真是无趣。你倒是有趣。心爱之人，还不是嫁作他人妇？你可别乱说。我只当她是我的师妹。我说是秋水阴了吗？你不问问，我是如何知道你和你小师妹的事？我不问。你这男人真是无趣。喏，免得你真讹上我。我不冷。别逞强了。你若是倒在这儿，我也回不去。那，薛谷主，你我都共饮一壶酒了，那以后我们便是朋友了。以后可别叫我霍七公子了，叫我霍七就行。你别睡啊，内息会乱的。用你说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是如何得知我跟师妹之间的事儿的？您猜？雪烟漫漫，不如由我来说说吧，全当打发无趣了。这可是你自己要说的，不是我想听的。我呢，自幼便无父无母，是师父收养了我。天山派便是我的家。我和师妹自幼便朝夕相伴，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，她会离开我，嫁给六哥徐崇华。后来鼎剑阁来中原武林各派挑选8件人选，我被南宫阁主选中，便就此离开了天山派。谁能想到，我和师妹居然在鼎剑阁再度重逢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年少时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，早就已经过去了。六哥走了，只剩师妹和木儿。他们母子2人，和师父，便是我这世上最重要的亲人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你在听吗？薛谷主。如今想来，步步皆是缘分使然。天命如此，实在不必执念挂牵。
天命如此，何必执念挂牵？可有的时候，执念像拐杖，若是没有那根木的支撑，是走不出这风雪的。所以你才三番四次想要找到那簪子。那簪子可是冷泉中那位公子所造。他叫雪环，若不是他，我早就是一抔黄土，亦或是葬身鱼腹。来，喝两口。那日也如现在这般冷。我每次寒症发作时，我便会想，当时他独自浸泡在冰河之中，是否会比我更痛、更冷百倍？雪怀救了我2次。第一次，他给了我一个家；第二次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救了我。我苦练医术，便是想要救醒他。你医术高明，定能起死回生的。人人皆言我医术高明，可我有时会怎样？有时也会怕。怕什么？怕这风雪太大，而我撑不到那天。守在每个夜深，为你长着灯，献出漫长余生，又怎会脱身？爱似雪落无声，又席卷失魂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乾坤假或真，穹顶的星辰，在记忆里相认，融化了冰冷。用纯真的赤诚，多少种情人，温酒对饮几分，一梦度余生。万里山海一程，在每个夜深，为你长着灯，献出漫长余生，又怎会脱身？爱似雪落无声，又席卷失魂。万里山海一程，我为你投身。在相聚离分，为你长着灯。
血谷主，血谷主，血谷主。我带你回阳世国，冒犯了。薛子夜，前面就是阳世谷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薛子夜，薛子夜。你跟我说说话行不行？马上就到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薛子夜，你怎么样？小花，小花，你说什么？小花，你说什么？小花，小花。对，雪怀，你要是死了，谁去采集无根水浇灌那枯枝呢？薛子夜，你快醒醒，雪怀还在等你呢。薛子夜，你的簪子还没找到呢。薛子夜，雪耀，快去叫人来！薛子夜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我找到你的簪子了。这茫茫大雪，居然能找到你的簪子，这才是天意。我答应你，等你醒来之后，我一定亲手交给你，好不好？死女人，薛子夜！子夜，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。
注意观察，一刻也不能离人。婆婆，薛谷主身体可无恙？已无大碍，只是还需要小心休养几日。没事就好。昨夜风雪太大了，我们无法入山寻找，甚是担忧。幸得公子相助，子夜躲过了一劫。谷中上下对公子真的是感激不尽。婆婆不用如此。薛谷主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保护薛谷主的安危，在下定当义不容辞。老师没有看错，公子是诚直好义之人。子夜独来独往，孤僻惯了，能遇到公子这样的朋友，实是幸事啊。婆婆您过奖了。只是薛谷主是否是在下为友，在下也……我了解子夜的脾性，他也是重情义的人。公子放心吧，好好回去歇息，这里有我呢。婆婆费心了。婆婆，霍公子呢？哎呦，我把这个药忘了，你快给霍公子送去，让他暖暖身，驱驱寒。好。看来这中原第一剑客，木匠功夫也不错。
霍公子。薛谷主身体可还安好？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你要走？我查探得知，白云宫的青鸾花近日会在扬州出现，为免生变故，我需即刻启程去扬州寻药了。霍公子果然是胆识过人啊！眼下余毒未清，又在风雪中度过了一夜，就有自信冒险去寻药了。像我这种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、肆意妄为的人，薛谷主可是又看不惯了。再半死不活的回来，我可不救你。薛谷主可不是见死不救之人呢。你不是不想见我吗？等到临行前才来跟我告别，怕不是一直在躲着我？那薛谷主也不曾来找我呀。唉，想必是我的雕虫小技，早就被薛谷主识破了。没错，当日我的确未找到簪子，那只是个母质。醒来时我便发现了，怎会如此的巧？风雪那么大，那银铃簪怎会如此刚好落在雪面上，又刚好被你寻得？事急从权嘛。那叫我死女人也是事急从权。有吗？那一定是风声太大，你听错了。罢了，看在你雪中送酒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你一回。霍公子，在谷口稍等片刻。这酒还不快谢谢我们谷主！这笑红尘一向只有我们谷主才能喝，可从没给别人。那就谢谢薛谷主不吝赠酒了。是还你山洞那一壶。看来薛谷主还是不惯欠人人情啊！我本来还想着，靠着那坛酒，日后还希望你多救我一命呢。霍七公子想得倒美。美，的确是美。我只是给了你一壶这普通的桃源酒，如今却换来你们药师谷的独门佳酿。如此算来，还真是我赚了。慢走不送。哎，说真的，再受重伤就别回来了，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。驾！